一西瓜5毛钱，这不是把我们当傻子吗？黑心老板，滚出天阳村！冰雹一来，一地烂瓜，到时候1分钱都卖不出去。前几年下冰雹，西瓜涨到1块5，你5毛就想收，想的也太美了。今年的冰雹破坏力远超往年，你们的大棚根本挡不住。我看你就是故意编瞎话，想低价捡漏，做梦！2天后冰雹就来了，到时候你们跪下来求我，我也不会收1斤。林总，气象局发布预警，48小时内就会出现强冰雹，立刻带上现金，准备货车去天阳村收瓜。可是现在瓜还不是最好的时候，现在去收风险太大了。前几年冰雹多少西瓜都烂在了地里，这次我们必须抢时间，给瓜农一条活路。1斤5毛，你们全村的西瓜有多少我收多少，签完合同装完车，马上付钱。前几年冰雹1斤能卖到1块5，他就是想净赚差价。这次冰雹破坏力极强，到时候山路一封，仓库全满，1块5根本卖不掉。这就不用你操心了，我们肯定能卖掉。就是，你还是多关心你空车回去油费亏了多少吧。算了，5毛就5毛。过2天西瓜涨价，到时候可别后悔。我赌不起，林老板我家出货。这人开20辆车来收瓜，到头来2辆车厢都没装满。林老板，还收吗？收，天阳村不卖，我去向阳村。那破地方的西瓜也有人要，破瓜配低价，刚好。林老板被咱们天阳村赶走，灰溜溜去向阳村收垃圾。林老板说句话呗。2天后别来求我。王婶发视频，到处说咱们低价捡漏，要不要澄清？去向阳村，别耽误抢收时间。可是向阳村村长一向认死理，认死理总比贪心好。这么多大车跑咱们向阳村干啥来了？西瓜呗，咱们这穷地方，除了地里的瓜，啥能引来这么大阵仗？去把村长请来，就说沃达集团的林宇想收瓜，所有西瓜5毛1斤，有多少收多少。5毛？这可比我们以前卖的贵啊！要是2天后涨到8毛1斤，你还按5毛收吗？对，5毛。那市场行情跌到2毛1斤，你也依旧按5毛全额收，一样5毛收。好，我们签。村长，隔壁天阳村发视频说过1天能卖1块5呢。都听着，全村老少，现在就进瓜地开始摘瓜，能摘多少摘多少，摘完的瓜直接拉到村口空场装车。真签了，5毛钱1斤保底价！我的娘哎！往年拉去镇上批发市场最多才4毛。摘瓜了，都去地里摘瓜了，5毛钱1斤啊！林老板，你放心，我们向阳村的人干活不偷懒。乡亲们，冰雹天马上就要到了，兄弟们，冰雹要来了，都给我沉住气！去年冰雹前西瓜涨到1块5一斤，今年的行情只会更高。只要咱们一条心，低于1块5，坚决不卖。对，低于1块5不卖。等价格涨上去了，咱们家家户户都能盖新房、买电动车，发家致富就靠这几天了。王婶说的对，发家致富。林总，这也太顺了。我们向阳村穷，是因为土地不好，种出来的瓜不行。我不是傻子，有人开着这么多辆大车，带着现款跑到咱们村里来，5毛钱1斤收我的瓜，有钱不挣，那才是傻。快点，冰雹云都压到头顶了！再拿一捆编织袋来，筐子不够用了。西头洼地方先摘，那片地势低，雨来了先积水，刮泡了就全烂了。老人孩子都靠边走，田挺滑，别摔着碰着。林总，这进度能赶在冰雹落下来之前装完吗？不是能不能，是必须装完。痛快！婶儿，等瓜价涨到1块5，咱们就真赚翻了。1块5，我看能涨到2块，下大点才好。瓜越少，价越贵。下大点儿，下大点儿！这几天的瓜价铁定疯涨，咱们天阳村要发大财了！发大财！
不好了，婶儿，出事了！咋了？天塌下来了？向阳村跟林宇签合同了，5毛钱一斤，全卖了。什么？而且我看这天冰雹说来就来，要不咱们也先卖一点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先卖一部分，稳当点。白天我刚跟全村人说的话，你转头就忘干净了。我没忘。没什么可是，全村人必须拧成一股绳，低于1块5，谁都不准卖。都给我听好了，谁敢私自卖瓜，就是跟我王婶过不去，就是跟全村人过不去。就是谁偷偷卖，谁就是叛徒。你们快看，市价真涨了！还好咱们没5毛出手。就是这理啊！昨天林宇想用5毛钱一斤骗走咱们全部西瓜，还好王婶把他的圈套识破了。也就向阳村那群目光短浅的傻子，老老实实5毛把瓜全卖了。现在西瓜8毛，后悔都来不及了。今天8毛，明天1块5。王叔，你快看，真涨了。手上动作别停，能摘多少就抓紧摘多少。村长，现在市价上涨，8毛一斤了。摘。手上动作别停，能摘多少就抓紧摘多少。那可是8毛，比合同价多了4毛。就算涨到1块5，咱们也只按5毛卖。向阳村是穷，但不能丢了信誉。签了合同就得认。村长说的对，干！林总，冷库仓位快满了，今晚0点前送不进来，后续就没位置放了。加车加人，必须赶在0点前全部入库。可是林总，临时加派货车和运输链路，成本至少是平时的2倍。不计代价。要不咱们先卖一小部分。冰雹越大，瓜越贵，你不懂。林宇都急成那样了，说明外面缺货，咱更不能急。林宇跟向阳村那帮傻子还在冒雨收瓜呢。骗子配傻子。林总，20辆货车已经全部装满了，临时加派的车也马上就到了。可这一趟等于白跑了。钱没了可以再赚，信誉没了就什么都没了。冷库今晚0点就结单停运，赶不上的瓜只能烂在地里，谁偷懒谁自己承担损失。快看，涨到9毛了！真的假的？这么快？今天9毛，明天直接冲1块5。婶儿，刚刷到消息，冰雹要提前来了。提前才好，货越少价越高，大家马上就要发财了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今晚夹菜摆席，咱们好好庆祝！卡着点了，刚好赶得上。300吨，30车，1斤不少，全给你了。车队出发。我跟你们说，这瓜价格一定能涨到1块5。不，2块。跟着我干，以后大家都盖新房，买小车。来秀。怎么了，老李？这风咋越刮越大了？听着吓人。怕啥？不就是点风雨？要不，咱们连夜下地摘点存着。我看也瞧你们这点胆子，这点雨就吓破胆啦？就是等着吧，明天绝对1块5，明天一醒，等着数钱就行。哟，这不是老张头吗？看见没？刚涨的5毛卖给林宇那黑心商，后不后悔？不后悔。人家是胆子小，生怕瓜烂手里。明天我们数钱的时候，你可别躲在家里哭。我们现在就在林渔场门口，
听说他去向阳村装货，现在看看他是不是空车回来。向阳村那破瓜，往年拉去市场上都没人愿意要，白给都嫌占地方。他是收不着咱们天阳村的好瓜，急眼了，去捡向阳村的垃圾。等会儿车来了，咱们可得拍清楚，让大伙都看看。就向阳村那点产量，我看他20辆车10辆都装不满，搞不好大半都空着回来，白跑一趟。没有天阳村的货，现在肯定急死了。看他就是急了，躲在仓库里不敢出来。哟，林老板还知道回来呀？开那么多车去向阳村收垃圾瓜，该不会全是空着回来的吧？让开，车队马上到。车队在哪儿呢？我怎么看不到？我看啊，他这是故意装大阵场，想骗咱们村低价卖瓜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这车里肯定没货。就是，搞不好全是空箱子撑场面。有本事打开车门让我们看。林老板，我们过来搭把手，帮忙卸货入库，能快一点？麻烦你们了，开门卸货吧。停下！向阳村的瓜品质那么差，根本不配进这种正规冷库。天阳村的瓜才是顶级货，你收向阳村的烂瓜，纯纯砸自己招牌。通知下去，今后仓库只入合同货，不再接受散装货。你是不是疯了？5毛1斤就把全村瓜全卖了？合同签了，价谈好了，有什么问题？明天西瓜最少涨到1块5。尾款到了，1分不少。我的也到了，林老板办事真敞亮，卸完货钱就到账，比往年等批发商结账踏实多了。你别得意，等冰雹一过，西瓜涨价，你迟早得来求我收天阳村的瓜。通知下去，从今天起，我不会再收天阳村的1斤西瓜。你别后悔，到时候你求着收，我们还不一定卖。婶儿，冰雹真来了，红色预警。地里的瓜还全在那儿呢，快回村！加快卸货入库，瓜都顺顺利利进车间了。这下我们全村人的心总算能放回肚子里了。清洗分拣完，直接送入恒温物流仓，后续走商超和外销渠道，全程不会坏。有你这全套流程，比我们自己拉去市场卖稳妥100倍。太大了，大棚根本扛不住。我的瓜完了，全完了，能摘多少是多少，总比全烂在地里强。有人头砸破了！大半瓜都砸烂了，能抢回来的连1/3都不到。这可是全家1年的指望啊！都耷拉着脸干什么？货少了才值钱。今天这西瓜绝对能卖高价。这些瓜都坏了，明天就会馊的。快通知王老板来收货。王老板的电话一直打不通。王老板，我这边有西瓜，你派车来拉。拉不了，现在物流全爆仓了，车根本排不上。8毛1斤也行，货根本运不出，放手里全烂了。6毛总行了吧？就算白送我也没地方放。王老板不收，那咱们这瓜怎么办？总不能全烂手里啊！当初是你说稳卖1块5的，现在连收的人都找不到了。抢回来的瓜放1天就坏一批，总得有个去处。慌什么？王老板不收，还有市里的批发市场。实在不行，咱们自己装车拉去物流仓库，总能找到下家收货。婶儿，这些摔裂的也装吗？装，都装上。坏了，这瓜全都裂开了，等太阳出来一晒就得坏。这还没到市里呢，我都闻着有点发酸的味儿了。婶儿，市场没开门，锁死了。不对呀，往常这个点早开市了。冰雹红色预警，市场临时闭市，今天不营业，都回去吧。又下冰雹了。完了，全完了。婶儿，市场不开，瓜又烂成这样，现在怎么办啊？再耗下去，这车瓜就得全烂在这儿了。等着，还等？前几天你就让我们等涨价。闭嘴。走。
这个市场不开门，咱们去下个。婶儿，太热了，咱们跑了几个市场都没开门，还跑吗？跑！什么气味？好难闻。雨淋日晒，这些瓜全坏了，全废了。我家孩子学费、开春歇的化肥钱，全指着这车瓜啊！哭什么？不就几车西瓜，至于吗？几车西瓜，这是全村人一整年的收成。你们快看，西瓜涨到1块5了，真涨到1块5了。果然涨到1块5了，赶紧回村，没摘完的瓜全都摘干净。完了，这一整年的收成算是彻底没了。行情涨上来了，瓜没了，有啥用？怎么会这样？下半年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好瓜卖不了，做成果切卖呀！都烂成这样了，果切能有人要啊？这能行吗？怎么没人要？现在市价1块5，咱们把烂的地方削掉，切成果盘装盒，我就不信他们有钱不赚。可这瓜都泡过冰水，人吃了不会闹肚子生病吧？你是不是傻？现在还管得了那么多？烂了又怎么样？赚的钱还是比向阳村那帮人多。老周那死心眼儿，放着高价不赚，活该他们穷。当初林宇还想用5毛1斤骗咱们的瓜，还好王婶眼光毒，一眼就识破他的圈套。可不是嘛，当时他装模作样说瓜要烂地里，现在咱们这不好好的，市价还涨到1块5了。这波咱们天阳村直接逆风翻盘，向阳村那群傻子5毛就急着全卖了。现在知道行情，估计悔得肠子都青了。就是，就他们那点见识，也就配赚点小钱儿，成不了气候。这瓜都淋过雨沾了泥，不找个冷库存起来，过2天怕是就完全没用了。上次拉去市里那批就是5块了不少。现在西瓜行情大涨，收货商都抢着要，哪用得着存？婶儿说的对，我看他就是想让咱们花冤枉钱。不错，他家的上次卖给林宇了，是看咱们眼红，想让咱增加成本呢。王老板，瓜都在这儿呢。这批货我收不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些瓜一看就是坏瓜切的。都是棚子塌的时候蹭坏了点皮，里面的瓤全是好的。是啊，王老板，现在外面市价都1块51斤了，您拿回去转手就赚。就是。哼，1块5，那是标准品相的好瓜价。这些被冰雹砸过、泡过泥水的烂瓜削出来的东西，白送我都不要。那1块1斤，您全拉走。这些瓜万一吃出问题，我担不起这个责任。这货我一点都不会要。这些瓜再不处理，只能拉去饲料厂卖。婶儿，现在咋办啊？真送饲料厂那点钱还不够邮费，要不去找林老板，他有冷库有渠道。可林老板之前说了，再也不收咱们天阳村1斤货啊。他是做生意的，有钱不赚是傻子。外头市价1块5，咱们1块钱1斤给他，这么便宜的货，我就不信他不动心。林玉，你出来，有生意跟你谈。林老板，我们有赔瓜要出。我们有固定合作的供货渠道，不收散货。8毛，我8毛钱1斤卖给你，总行了吧？5毛，就5毛1斤，按照咱们之前说的，4毛1斤总行了吧？你就是故意针对我们天阳村，记恨当初没卖瓜给你，故意落井下石。我很早就反复提醒过你们，这次冰雹的强度，是你们自己不听劝。这批西瓜有腐烂，人吃下去随时会发生问题，我不可能冒这个险。3毛，我3毛1斤卖给你，2毛也行，外面1块5。1斤我都不会收。好，你不收是吧？谁都别想好过，不卖了都给我摔，他不是不收吗？那就全倒在他大门口，我看他怎么做生意。这不好吧？什么不好？是他林宇不收我们的瓜，我就倒在他门口，让所有人都看看是怎么逼死我们老百姓的。我报警，这里有人寻衅滋事。对，他们围堵厂区大门，倾倒变质货物，严重扰乱正常生产经营。我们厂区出入口有完整监控，全程都有记录，证据齐全。你做的也太绝了，不就是不收瓜吗？至于赶尽杀绝？他不让咱们好过，咱们也别让他安生，接着闹，看他这厂子还怎么开下去。我劝大家想清楚，故意损毁财物、围堵经营场所，已经涉嫌寻衅滋事，轻则罚款拘留，留下违法案底；重则要负刑事责任，连家里子女政省都会受影响。刑事？
还要留案底，我不砸了，我不砸了，我不砸了，我可不想蹲局子，我先走了。别走，别走！喂，王老板，我帮你问过周边的饲料厂了，这批残菜瓜能收，打成浆做最下节的饲料。真的？太好了！那多少钱一斤收？1毛1斤。1毛？从1块5掉到1毛，这也差太多了。这一车瓜都卖不上几个钱，等于白忙活1年。？1毛就1毛吧，总比全烂在手里强。能回一点本事一点。行，1毛就1毛，我们全卖。先别急，我刚又接到饲料厂消息，订单爆了，仓库也全满了，他们暂时不收了。什么？不收了？王老板，你帮帮忙，能不能优先收我们村的？厂子里确实塞不下了，你们自己再想想别的出路吧。我就说怎么处处碰壁，这肯定是林雨搞的鬼。他记恨咱们，暗地里打了招呼，让所有收货周不准收咱们的瓜。好他个林雨，心眼这么小，居然背地里阴我们，太缺德了！自己收了便宜瓜，还想断我们的活路，是你们自己贪心赌涨价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错过采收出货的最佳时机，走到今天全是你们自己选的。那我们这批瓜到底怎么办啊？总不能全烂在这儿吧？这批瓜已经开始变质，只能拉去做无下化处理。要是随意丢弃，很快会滋生蚊虫，污染环境。环保部门查到，不仅要强制清理，还会有罚款。钱没赚到一丝，还要倒贴钱处理瓜？你想往哪儿走？今天这事必须说清楚。当初是你拍着胸脯说瓜价能涨到1块5，拦着全村不让跟林雨签合同，现在全烂手里了，你总得给大家一个说法。要不是你不让我们卖瓜，我们怎么会亏成这样？怪我，当初想赚大钱的不是你们自己。要不是你们贪心，眼巴巴等着涨价，能听我的，现在亏了就全赖我。再说了，我自家的瓜不也全烂在地里了？我跟你们一样亏。你骗人！我刚在街上听收瓜的散贩说，冰雹来之前，你早就偷偷把自家大半西瓜高价卖出去了。什么？他提前把自己的瓜卖了？放屁！你们哪只眼睛看见了？我看你们就是亏红了眼，想往我身上泼脏水。还说没有？视频都拍下来了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家几十亩瓜，难道放着烂掉，跟你们一样喝西北风？你口口声声让我们扛着等1块5，说涨价了赚大钱，结果自己偷偷摸摸提前把瓜卖了。合着亏的只有我们，你早就把钱揣兜里了是吧？是，我是卖了，怎么了？我家几十亩瓜，一家子老小等着吃饭，我不卖，难道等着跟你们一样赔光，全家喝西北风去？我是按着你们的手了，还是拿刀逼你们不卖了？当初想多赚钱的是你们自己，点着头同意等涨价的也是你们，现在亏了反倒全赖我。当初林雨带着钱拿着合同找上门的时候，钱就摆在桌上，是你们自己眼馋高价，非要等着涨1块5，现在亏了凭什么全赖我？哈哈！林老板，你是不是早就料到冰雹会闹成这样？早就知道我们赌涨价会亏？是。你早就知道，为什么不跟我们说？是不是欺负我们种地的没文化，不懂？就眼睁睁看着我们往坑里跳是吧？我带着定金，带着运输车，带着收购合同上门的时候，冰雹强度、烂货风险、止损方案都讲得明明白白，是你们自己贪心不信，执意要赌。我们除了种瓜什么都不懂，你为什么不多劝2句，多跑2趟？现在事情闹成这样，你不能不管，这批瓜你必须负责。没错，林雨必须负责。对，你今天不把我们的瓜收了，我们就不走了。就是你有能力帮，就该负责把我们的瓜收了。我问你们，当初我带没带现金到你们村里？这人开20辆车来收瓜，到头来2辆车厢都没装满。林老板，还收吗？收。天阳村不卖，我去向阳村。那破地方的西瓜也有人要，破瓜配低价，刚好。林老板被咱们天阳村赶走，灰溜溜去向阳村收垃圾。林老板说句话呗。2天后别来求我。我带没带正式的收购合同上门？带没带运输车队在村口等着？对了，我带没带正式的收购合同上门？带没带运输车队在村口等着？销路我给过你们，现金定金送到过你们面前，运输车、收购合同也都停在过你们村口，是你们自己贪念上头，非要赌高价，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全是你们自己造成的。是我们错了，
是我们鬼迷心窍，不听劝。你们不是知道自己错了，只是输了。要是今天西瓜真涨到1.5块，你们只会敲锣打鼓的庆祝，继续在网上骂我是黑心商人，发视频笑我是傻子骗子。你们现在所谓的知错，只是后悔自己没赚到钱，利益受了损。话已经说透了，瓜我不会收，责任我也不会担。你们走吧，不要堵在我们厂门口，影响我们的生意。这批瓜连清运带无害化处理，一共30吨，总费用10万。10万！瓜果腐坏后要消杀、降酒、防渗漏，流程很严格。我提醒你们，要是私自找地方乱倒，造成环境污染，罚款比这高几倍，情节严重的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。当初全是你阻止卖瓜，现在这笔钱必须你来出。不错，要不是你，我们早把瓜卖给林老板了，哪用得着倒贴钱处理烂瓜？凭什么让我出？瓜是大家的，又不是我一个人的，凭啥全算我头上？不错，要不是你，我们早把瓜卖给林老板了，哪用得着倒贴钱处理烂瓜？就凭当初是你拦着全村签合同，把林宇的车队赶走，还瞒着大伙偷偷卖掉了自家的瓜。我也亏了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你今天不出这笔钱，就别想离开这儿。我最多出2万，剩下的你们自己想办法，别想全赖我头上。2万，你害得全村损失几百万，就想拿2万了事？要不是你们自己贪心，想跟赚1.5块的高价，能听我的？要闹出去闹，再在厂家门口滋事，我们直接报警了。跑也没用，这笔处理费，各家按种瓜的亩数均摊。本来1年收光全砸进去了，现在还要倒贴钱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娃的学费还没交呢。幸亏当初没听王婶的，把瓜卖了。谢谢林老板，谢谢。你们不是靠运气，只是没被贪念牵着走，做了最正确的选择。林老板，这次多亏了你，我们向阳村这次才喜获丰收。大伙儿托我来问问，看你能不能赏个脸，全村想请你吃顿便饭，当面谢谢你。这次天灾能做到全村零损失，主要功劳在你。要不是你当机立断跟我签合同，统一安排采收出货，现在的处境恐怕就和天阳村一样了，哪能全算我的？要不是你提前跟我们说清冰雹的厉害，又答应不管市价涨跌都按保价收，我们哪敢这么早全出手？向阳村穷了这么多年，头一回在灾前就把钱稳稳落进兜里，大伙儿是真心感激你。周村长先别急着道谢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有个好消息，打算通知向阳村。什么好消息？是这样，林总计划在向阳村投建一座大型物流仓储基地，配套常驻运输车队。以后再遇上冰雹、暴雨这类极端天气，村里的西瓜能第一时间入库保鲜，错峰发货，再也不用怕烂在地里。除此之外，我会和向阳村签订正式的长期包销合同。从今往后，向阳村产的西瓜有多少我收多少，全程保价兜底，不用你们再担行情变动的风险。真的，林老板，你这可是给我们向阳村找了条长久的活路啊！是啊，我们以后种瓜就再也不愁销路了。咱们天阳村的瓜本来是周边最好，这仓库这长期合同本来该是咱们天阳村的，可惜。几位老哥，你们的事儿我知道，要不你们搬过来向阳村吧？我们的田房麦都在天阳村，哪能说搬就搬啊？我也准备和你们签一份长期合同，往后你们种的西瓜照样可以拉到向阳村的仓库，统一储运，统一运送。这是真的。林老板，您说的是真的？我们也能跟向阳村一样签长期合同？没错。谢谢林老板，谢谢林老板。今天是咱们向阳村仓库落成的好日子，别的我不多说，这份恩情我们全村记林老板一辈子。大家不用谢我，仓库建得起来，靠的是你们肯踏踏实实做事，这份安稳是你们自己挣来的。周村长，真没想到，咱们向阳村的西瓜也能评上 A 级标准。周村长，
咱们标准化仓储统一分拣之后，瓜的品质稳了，口碑早就传开了。现在不少外地经销商都排队拿货，行情比以前天阳村的瓜还要好，供不应求。周村长，这是正式的长期合同，往后向阳村产的西瓜，我按1块1斤全部收，不看市场价，有多少要多少。1块钱1斤，林老板，这不是开玩笑吧？我们向阳村的瓜，往年最好的年境也就4毛1斤，你这直接翻了2倍半，这价钱我们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啊！真给1块，咱们村的瓜能卖上这个价？有了标准化仓储和分拣，瓜的品质、保鲜期都上去了，终端售价也能提，这个价格你们配得上。有林老板这句话，我们全村往后就一门心思种好瓜，绝不给你掉链子。林老板，我们按约定把这批瓜送过来了，您让人清点一下，先别急着卸货，有份东西给你们看看。去年这个时候，我因为5毛钱就把瓜卖了，被同村人追着骂傻子。结果呢？现在村里多数人的瓜，要么烂在地里，要么2毛3毛钱贱卖给散贩。现在我的价格直接翻了2倍。说到底，人不能太贪，一步踏错，差的就是天壤之别。合同长期有效，价格统一，你们信得过我，我就不会让踏实做事的人吃亏。王老板，看看货，正宗天阳村的瓜，个个沙瓤保甜。3毛钱1斤。这可是天阳村的西瓜，往年都是供不应求的。往年是往年，现在市场规矩变了，人家官方认证的 A 级农产品有标有质检，那才能卖上价。你们天阳村的瓜既没认证又没标准化分拣，说白了就是大陆水瓜，零售都卖不动，我给3毛都算给面子了。4毛行不行？我们刚够回点化肥本钱，不然这一季真白干了。就3毛，爱卖不卖，不想卖就拉走，别挡着我做生意。张叔，今天什么价？1块51斤，没问题，这一车我全要了，卸完货马上付钱。当初我做梦都想的价格，没想到老张头轻松就拿到了。当初说他5毛钱就卖，是缺心眼的傻子，现在咱们连4毛都求不来。他那是走了狗屎运，傍上林宇那个冤大头了。老张，你现在跟林老板熟络，能不能帮忙说句话，把我们这批瓜也一并签进你的长期合同里，价钱好商量。是啊，老张，乡里乡亲的，你就帮我们说说好话呗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帮我们跟林老板说说好话，只要肯收，多少钱我们都认。不是我不帮，你们这批瓜没经过处理，不符合要求，谁去说都没用。现在这行里谁不知道，当初你们把人家林老板连人带车赶出村，还堵着人家厂门口闹事儿，谁敢随便收你们的货，不怕惹一身麻烦？这些视频早就在整个圈子传烂了，现在所有同行都把天阳村划为高风险失信区，3毛51斤就卸，不能卖就拉走。我是念着往年的情分才敢冒这个险，换了别家3毛钱都没人敢接，现在整个市场没人敢碰天阳村的瓜。这张老脸丢光了，也要去找林老板一趟。林总，您开会期间，天阳村的村长在楼下等了几个小时了，让他上来吧。林老板，坐。林老板，这是我们天阳村种瓜农户联名签的申请书，全村都在上面按了手印，他们愿意按照林老板的要求整改，也愿意签长期合同，保底不需要1块，只要5毛就行。现在想签长期合同了，1年前毁约的不是一个人吧？把我赶出天阳村的不是一个人吧？堵在我厂门口寻衅滋事的也不是一个人吧？林老板，是我们不对，是我们全村人糊涂。当初被人撺掇，只顾着眼前那点高价，鬼迷了心窍。林老板，我知道我们没脸提要求，可您就看在村里老人和孩子的份上，给我们村一条活路吧。活路我给过你，我们对不住你，是我们目光短浅，再这样下去，本钱收不回，来年连种子化肥都买不起，整个村子就真的完了。这是新订单，林老板，您真的肯给我们天阳村一次机会？这总共敲定的1万吨达到品质标准的西瓜，缺口不小，但是你先别急，还有其他的条件。我们天阳村的土质比向阳村还肥沃，沙土地种出来的瓜弹分足，瓤口匀，底子一向是周边最好的。之前就是缺个正经认证背书，再加上去年村里人糊涂做了错事，坏了名声。林老板，谢谢你，谢谢您还肯给我们机会。先别急着谢，你往后翻，仔细看清楚供应商准入要求，其中有1条是供应商信誉被调啊。信誉被调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所有参与供货的种植户都需要提交个人信用记录。但凡有过恶意公开违约、非法倾倒不合格农产品等信誉污点或食品安全风险记录的，一律没有供货资格。林老板，就不能通融一下吗？我们往后肯定老老实实守规矩，绝不再犯。你觉得海外的客户会为了天阳村去冒自己失信于市场的风险吗？也是，人家做的是正经大生意，怎么可能为了我们一个小村子去冒失信砸招牌的风险？等等。
那我们天阳村改成商会名义供货呢？换个合作主体，是不是就能绕过这个信誉被调了？行不通的。当初网上传播的视频、环保部门的现场调查记录，还有派出所的报警备案，全都对应着天阳村种植户的具体信息。就算换个名头，资质审核一样过不了。不是我不肯帮你们，是1年前你们亲手把自己的路堵死了。林老板，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有，我可以给你们修建小型标准化保鲜仓和分拣车清，所有种植流程按规范整改，连续2年通过市监部门抽检，踏踏实实把信誉做回来。2年之后，向阳村的仓储车间可以让出一部分产能，对接你们的供货。2年，林老板，村里根本撑不住2年。林老板，要是当初我这个村长硬拦着，把你留在天阳村，今天这些糟难事儿，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？是，都怪我，是我这个村长没用，没护住天阳村的活路，是我对不起全村人。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，是所有人都被眼前那点高价蒙蔽了眼，没人肯信长远的路。林总，2年之后，您真的打算给他们这个机会？是。可他们要是不改，到时候咱们的投资、仓储产能、渠道资源，不就全打了水漂？钱没了可以再赚。第1次机会我主动送上门，是他们自己推走的，这是第2次，也是我对他们的考验。剩下的看他们自己选，但绝对不会有第3次。我今天去见过林老板了，人家松了口，给了条路，他给咱们建小型标准化分拣仓和保鲜库，种植、质检全按规范来。连续2年通过市监抽检，把信誉做回来。2年之后，向阳村的渠道分出一部分给咱们，也能签长期保价合同。2年，这季的瓜都快烂地里了，连化肥钱都收不回来，谁等得起2年啊？是啊，村长，我家孩子下半年学费都指着这茬瓜，2年后什么都晚了。我在那儿脸都快丢尽了。可林老板问我，当初集体毁约把人赶出村，堵着厂门闹事儿的，都不是一个人吧？1年前机会就送到咱们家门口了，是咱们自己亲手推出去的。要我说，这事儿全怪王婶儿。怪我，当初要不是你们自己眼馋高价，跟着起哄抢着毁约，能成现在这样？我拿刀逼你们了，还不是你们自己贪心？我们是贪，可你呢？你一边天天撺掇我们拒签，转头就偷偷把自家的瓜卖给了外地收购商，你赚够了钱，把我们全坑在这儿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从今天起，你被逐出本村种植合作社，取消所有集体合作资格，村里的渠道补贴一概与你无关。凭什么？你凭什么逐我出合作社？就凭你带头煽动村民毁约，领着人堵林老板的厂门闹事，就凭你一边撺掇大伙死扛高价，一边偷偷卖瓜捞好处，天阳村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，你就是罪魁祸首。对，他不走，咱们村的名声就洗不清。他留着，谁敢跟咱们合作，就该赶出去。人走了，咱们立规矩。从今天起，合作社约法3章，谁违反了，直接全村除名，永远别想沾集体渠道的光。第1条，所有对外合作统一走合作社签正式合同，任何人不得私自毁约，不准在网上恶意野黑合作方，散播不实言论，违者直接除名，永不纳入供货名单。第2条，所有种植户必须按统一规范种植，按标准分选分级，主动配合质检抽检，严禁以次充好、混集贩卖，查出1次取消供货资格。第3条，有意见走合作社议事流程，不准煽动聚众闹事，围堵企业或个人，再发生围堵滋事的事儿，直接逐出合作社。早该立规矩了。我同意，守好规矩才能踏踏实实做生意。去年我在视频里骂林老板是黑心商人，说他压价坑农，现在我认是我错了。冰雹来之前，林老板就提醒过风险，想签合同帮我们兜底，是我们自己目光短浅，被高价冲昏了头，亲手把机会推走了。落到今天这地步，全是我们自己作的。后悔确实没用，以后我就踏踏实实按规矩种瓜，该整改整改，该慎检慎检，路是自己走断的，就得自己一点点再铺回来。第1批抽样结果出来了，农药残留、基础糖度都达标，质量合格，可以正常上市流通。合格了，那我们能按向阳村的价钱卖不？还差不少。向阳村走的是 A 级芒梢和出口标准，果形、重量、糖度、均匀度都卡得极严，分拣精度也高。你们这批只是刚过基础检测线，属于普通通货，只能走常规批发市场。姑娘，我们这都检测合格了，现在能加入林老板的供应链了吧？暂时还不行，供应链对品控一致性要求很高，目前还达不到准入标准。至少现在我们能堂堂正正进市场，
能收回本钱了。咱们接着打磨，把品质稳住，再踏踏实实干1年，明年一定能敲开林老板供应链的大门。没错，别想着一次就达到巅峰，先把下一批做好。林总，天阳村第一批标准化种植的西瓜抽检结果出来了，整体合格率达到了60%，比预期好很多。看得出来，这1年他们是真下功夫整改了。不错。继续观察。黑心老板，滚出天阳村！冰雹一来，一地烂瓜，到时候1分钱都卖不出去。前几年下冰雹，西瓜涨到1块5，你5毛就想收，想的也太美了。今年的冰雹破坏力远超往年，你们的大棚根本挡不住。说实话，当初从村里出来的时候，我真觉得他们咎由自取，甚至后来冰雹受灾，瓜卖不出去的时候，我心里还暗爽过，觉得是报应。可看着他们一步步整改到现在，确实是踏实在做事。